塞尔维亚大逆转，希腊汉服德国，4强全部落位。美国35分大胜巴西晋级，詹姆斯12+9眼不受伤。法国42罚球战胜加拿大引争议，下一场德国卫。球场之外，胖杰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灌篮的胖杰。奥运会哥倾尽所有，希腊首节就给德国一个下马威，打了德国18-6，而且每次德国起势，希腊总能给出回应。也许整场希腊3分不准，但进的都很及时。但和德国高强度对抗3节，末节希腊渐渐顶不住。除了字母哥和沃尔卡普，希腊其他球员的表现明显有差距。而德国不仅有小瓦格纳和施罗德、蒂莫曼和邦加都堪称骑兵。德国末节回敬希腊一波11-1，直接带走比赛。本场字母哥拿到22分，独木难支，而小瓦格纳18分。德国引以为傲的外线一直没找到稳定手感，这是后面需要改善的。塞尔维亚95-90澳大利亚，最难分伯中的一场。首节吉迪就麦迪附体，开启个人得分模式，老将米尔斯也不落后，直接带队在节末打出一个12-0。在国际篮联体系，米尔斯值得信赖。4节米尔斯没有停手，一人连得6分。杜普里斯3分投进后，分差已经来到24分，两队实力接近，有这个分差，塞尔维亚相当困难。但反击从此刻开始，阿弗拉莫维奇和古杜里奇帮助球队回敬13-2。在澳大利亚手感火热的情况下，塞尔维亚半场将分差缩小到12分。第3节逐渐演化成澳大利亚后卫线决战塞尔维亚全队，即便米尔斯和吉迪依旧出色，艾克萨姆也能帮上忙，但塞尔维亚多点开花，半节多打出19-6，直接完成反超。而澳大利亚内线明显无法限制约基奇，末节米西奇和麦克维化身骑兵，而米尔斯最后时刻将球队扛进加时，凭借约基奇最后关键4分，塞尔维亚涉险过关。这场约基奇21分14板9助攻准3双，米尔斯则有26分，吉迪25分。美国122-87巴西，首节布克上篮得分，恩比德3分命中，库里和詹姆斯也连续冲击内线得手。美国队很快压制巴西队，霍勒迪完成扣篮，恩比德3分再中，分差已经来到2位数。胡尔塔斯抛投得分，卡博科洛3分命中，但美国队攻势更胜，詹姆斯中投得手，布克打成3+1，杜兰特、浓眉、爱德华兹接连得分，首节战罢，美国队33-21领先巴西队。布克9分3篮板3助攻，恩比德8分3篮板，詹姆斯单节5次助攻。4节阿德巴约中投得分，怀特布兰得手，爱德华兹3分命中，美国队打出一波7-0，已经领先19分。迪亚斯扣篮得分，德保拉3分命中，胡尔塔斯连得5分，迪亚斯3分也中，巴西队打出一波13-2，把分差缩小到8分。库里3罚3中，恩比德3分命中，恩比德打成2+1，詹姆斯一条龙上篮得分，还助攻塔图姆空接扣篮。美国队回敬一波21-2，已经领先27分。上半场结束，美国队63-36领先巴西队。上半场，美国队2人得分上双，恩比德6中5，得到14分7篮板，詹姆斯4中4，得到10分8助攻3抢断。巴西队得分最高的是卡波科洛和胡尔塔斯，2人各得9分，两队3分准头相差不小。美国队12中6，巴西队只有17中5。一边再战，卡博科洛扣篮得分，桑托斯、布克互飙3分，詹姆斯上篮得分，布克3分再中，美国队领先28分。梅因德尔3分命中，德保拉补篮得分，詹姆斯的左眼被对手打中，返回更衣室治疗。浓眉打成2+1后又完成单手补扣，杜兰特中投命中，卡博科洛也连续得分，布克命中个人第5记3分，怀特、浓眉也命中3分。巴西的德保拉和卡波科洛也还以颜色。3节战罢，美国队94-71领先巴西队。这一节巴西赢回4分。末节，爱德华兹连得4分，杜兰特也中投命中，美国队领先30分。浓眉打成2+1，哈利伯顿上篮命中，桑托斯3分命中，阿德巴约连得5分，分差拉开到34分。卡博科洛勾手得分，梅因德尔、德华兹互飙3分，比赛胜负失去悬念。最终，美国男篮轻取巴西男篮，晋级4强。第3节，詹姆斯被对方肘部打中眼睛，一度返回更衣室进行治疗。末节他又来到场边继续观战。科尔赛后透露，詹姆斯缝了4针。无论是比赛的结果还是比赛的过程，都在轻松地传递着2个信号：一是美国男篮的实力确实是强劲，是明显高出8强这个层面的；二是这届美国男篮的目标就是重新夺回奥运冠军。从美国男篮和巴西男篮的比赛来看，詹姆斯在 NBA 巨星中的地位是绝对的领袖和独一档的存在。詹姆斯在这支美国男篮中的领袖地位是天然的，甚至不存在教练、球员们去商量和讨论。一方面，詹姆斯是美国代表队的旗手，这本身就是他身份地位的证明；另一方面，美国男篮内部的 NBA 巨星们也不存在谁要跃跃欲试的意思。已经成名的巨星库里、杜兰特都对詹姆斯的更衣室地位给予充分肯定。
虽然詹姆斯快40岁了，但他在美国男篮体系中的球权支配地位是绝对的，甚至他都拥有篮球的自由出手权，这反映了他对球场端的绝对贡献。这种影响力不仅仅是更衣室端口的，更加体现了他在篮球场的绝对能力。他再次证明，年龄并没有影响他的实力。他过去是 NBA 超巨，现在还是。关于詹姆斯和乔丹的历史地位之争，两人是绝对的前2名，这件事没有任何争议。小的争议在于两人谁是第一。当年乔丹拿下历史第一，一个重要的佐证是他在美国男篮梦之队中的地位是绝对的 N21。如今詹姆斯在美国男篮中也拿到了这个地位。法国82-73加拿大。首节开始，双方上来还打得有来有回，法国以7-5领先后开始展现防守强度，科尔迪尼耶连中3分，率队打出一波12-0，瞬间拉开分差。莱尔斯发球，穆雷跳投止血，但是莱索尔的空接还是让法国队以23-10领先13分结束首节。4节上来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有得分，随后亚历山大罚维连纳11分，试图缩小分差，但是法国连续造杀伤发球维持2位数领先。尼利基纳再罚中3球，亚布塞莱也中3分，法国以45-29领先16分结束半场。半场亚历山大13分，法国这边科尔迪尼耶13分，亚布塞莱12分，莱索尔10分。一边再战，科尔迪尼耶再中3分，加拿大迅速打出一波20-8追到个位数，科尔迪尼耶上篮，文班亚马跳投稳住局势。3节战罢，法国以61-50领先11分。末节开打，巴雷特连拿5分缩小分差，但是科尔迪尼耶罚球，亚布塞莱上篮稳住局势，亚历山大、迪龙和巴雷特又连续得分试图追分，富尼耶连续命中中远投浇灭反扑，加拿大有在追到只差5分，还是富尼耶2罚全中后又命中压哨3分，彻底杀死比赛。法国这边，科尔迪尼耶20分，亚布塞莱22分，莱索尔13分，文班亚马是周2拿到7分，12板5助3段，戈贝尔替补只打了3分钟，富尼耶15分。加拿大方面，巴雷特16分，亚历山大27分，迪龙9中1拿到8分，穆雷13中3拿到7分。比赛结果没啥好说的，但是全场比赛裁判让法国队得到了42次罚球，引来重大争议。不少球迷都表示这是严重的主场哨，甚至有球迷说这是国际篮联历史上最丑陋的比赛。90来法国队正在半决赛对阵德国队，以本场比赛裁判的判罚尺度，不少球迷纷纷为德国队表示担忧，甚至还有球迷开始为美国队担忧了。球迷表示，如果法国进决赛，打美国42个罚球赢不了，那就62个罚球，看你美国还能顶得住吗？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，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